大家看一下这个马桶，它的问题在哪里？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给这个客户来看一下这个马桶。业主说3个月前这个马桶修过一次，但是现在它又漏了。从马桶到地漏，这个水只要冲马桶就会流出来。想必这样的问题呢，应该困扰很多个家庭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，看一下这个马桶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。维修前呢，我们先冲几次水来判断一下它漏水的主要原因。3个月前维修过，应该是马桶周围打了玻璃胶，玻璃胶把水封住了。这个马桶漏水的问题应该压根就没有处理好。现在我们先把胶呢铲掉，把马桶掀起来，看一下它的具体情况。还是没打底胶的马桶好拆一些。这样卸起来的一瞬间，同行的老师傅，大家有没有看出问题呢？这样卸起来以后呢，反复的冲水，查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漏水，比如有火裂的地方或者第二个挡盖。没有其他的漏水点，现在我们重点就放在这个法兰上。先把这个法兰拿出来看一下。很明显，这个法兰就没有挤压过的痕迹，和放进去那个新的感觉是一模一样。毫无疑问，还是从这里漏水了。像这种普通的法兰，即使给它再换一个，还是处理不了问题，因为这个排水管呢太深了，所以我们给它换一个这种专用的法兰。顺便呢，给客户把马桶的进水管也换了，解除安全隐患。先把马桶地面的污垢呢做个清理，这样我们在后期打胶的话会粘得更加牢固。地面清理干净，保持干燥。现在我们组装一下这个加长的法兰，这也是一个专利产品。几个月前用过一次，大家应该看过那个视频，其实效果还不错，挺好的。在安装之前呢，先把马桶底部处理一下，把那个水啊、污垢呀处理干净，保证它那个胶条呀可以粘接的牢固。用吹风机烤一下，这个干的速度就快多了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排污管，这个应该不是装马桶的时候切的，这在铺地的时候这个管呢就已经凹下去了。后期呢安装马桶导致太深，所以反臭。现在我们用这个法兰呢，先把这个胶条啊给它盘到这个法兰上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粘性啊，感觉这个胶性还是挺好的，粘的挺结实。这一根胶条呢，刚好可以盘这么一圈啊，然后直接怼到马桶的排污口上，然后使劲的按压，让这个胶呢充分的粘接好。拽着这个法兰可以把马桶都拖得动，可见粘得很牢固。像这种下水管呢，还有一个处理方法，可以把 PVC 管呢接出来，但是也比较繁琐。拆马桶的时候发现这个黑色的管呢已经僵硬老化了，所以建议客户更换一根。我这个管呢是品牌的，比较柔软，这个管比较僵硬。这个管里边呢也已经开始生锈了，有那种水垢腐蚀的痕迹。更换的主要目的呢是防患于未然。换了这种法兰以后，安装这个马桶反而简单多了。看好这个洞啊，直接怼进去就可以了。这种法兰如果以后普及的话呢，那我们的马桶以后就不会有漏水的问题了。现在我们要准备试水了，其实这样安装呢，试不试水毫无意义了。但是习惯性的我们还是要冲个3到5次。总感觉安装每一个马桶之后呢，先冲几次水再打胶，这都是必走的一个程序。如果不冲水的话，是不是都没有灵魂呢？测试漏不漏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我们撕点这个纸，从马桶的最低处把这个纸伸进去，如果有水的话，这个纸瞬间就湿了。这样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两边都已经试过了。最后一步打玻璃胶收边。很多人都误解了，打玻璃胶其实是为了稳定坐便的，而不是说打玻璃胶是为了防水的。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过来，不要搞反。
如果漏水了，要去处理它的根本问题，你打多少玻璃胶那都无济于事。